大家好，频道我是大吉。2004年，北京理工大学校园发生了一起轰动的刑事案件，后被媒体称为1129博士生杀人案。这个内容的资料公开的很有限了，但我还是进行了整理。一个最顶尖的人才背后隐藏着怎样的丑恶嘴脸？那最终的判决又为什么引发网民讨论？走进今天的内容，把时间拉回到2004年。2004年11月29日傍晚，北京理工大学新1号学生公寓的机械设计与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宿舍，突然有一个身影从12层的1201室坠落，一声闷响过后，一名女性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难道是有人跳楼自杀吗？警察马上赶到了事发现场，并进入1201室进行调查。只见宿舍里有很多人，有老师也有学生。简单的询问过后，警方惊讶地发现，这并不是一起意外，而是一起恶性杀人高楼抛尸案。在死者被推下楼之前，就已经被人掐到机械性窒息。那学生中一名叫殷兆辉的人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他推到楼下的是自己的女友王小晶。而经核实，嫌疑人27岁的殷兆辉确实为北理工的学生，还是一名博士生，一名学业有成，而且已经对国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高等人才，为何要如此蔑视别人的生命？殷兆辉1977年3月出生在吉林省吉林市舒兰的一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农民，他从小学习成绩就是拔尖的，但家庭条件确实有限，他的2个妹妹先后辍学回家，父母为的就是全力供他上学，集中有限的财力和资源，全都投入在他这一支潜力股上面。殷兆辉也很刻苦，心无旁骛，目标坚定。1996年，他不负众望，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之后也不再和家里要钱，靠助学贷款完成4年学业，以专业笔试第1名的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攻读研究生，进入机械与车辆工程学院的机械设计与理论专业。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继续在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博士，并担任研究生班的班长。这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啊！家人都以他为傲。殷兆辉生活节俭，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在所有人的印象中，他就是有为青年和正派积极的象征。殷兆辉的导师知道他家庭困难，特意安排他在实验室里工作，挣点生活费。他也心怀感恩，为了做出成绩，整天除了课堂就是泡在实验室中，表现出很强的科研能力。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参与研究了第4代主战坦克等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解决了国防履带车辆扭杆使用寿命短的问题并且还被运用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他的研究生毕业报告被认为是同届学术水平最高的，而那时的殷兆辉也才26岁而已，那绝对是个值得培养的栋梁之才。那早在武汉理工读大学本科时，殷兆辉与一位女同学杨小丽相恋。大学毕业后呢，殷兆辉到北京读研，为了资助殷兆辉，女孩留在武汉工作，并拿出一部分钱借给他，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但也长期处在异地恋的状态。两人除了偶尔通话，更多的是通过网络联系，电子邮件或者在线聊天。殷兆辉的网络 ID 是 Hero 英雄，或许在他的世界里，自己就是一直忍受寂寞、孤身走暗巷的孤胆英雄。2003年7月，殷兆辉的列表里突然闯入一个陌生的网友，对方是个女生 ，ID 叫转瞬即逝。2个人很快聊了起来，从中外流行音乐聊到各自的爱好。对方的出现给殷兆辉平淡枯燥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网络一线牵，2人就这样像是被一个无形的绳索套住，彼此的距离随着时间越来越近。在那个年代呢，网络聊天没有智能手机的支持只有打开电脑或者是进入网吧登录账号。比起好友何时能看到你的信息，更期待的是那个在意的头像从离线状态的灰白变成在线状态的彩色，然后那个头像呢在你的好友列表当中跳动起来，说明对方是给你发来的信息。在那个自带神秘感的网络环境下当你时刻在意对方何时才能出现的时候，
一个叫牵挂的种子就已经种在你的心里了。每一次殷兆辉和转瞬即逝只要同时在线，就会聊上很久，之后那种兴奋的感觉要很久才能消散。熟悉之后，殷兆辉得知对方的真名叫王小晶，时年23岁，老家在河北邢台，父母都在国企工作。2003年从某大专院校毕业后，放弃了回老家就业的机会，在北京从事暖气设计工作。除了工作，就喜欢上网聊天。殷兆辉为了博取对方的好感，说自己是个年轻的博士生。这时间呢，不知不觉过去了3个月，两人互相留下了电话号码，之后就进入到了线下见面的环节。这也是殷兆辉第一次跟网友在现实中见面，如同初恋一般的激动一直在内心荡漾。2003年11月的一个晚上，两人如约见面。现实中的王小晶身高1.67米，体重70公斤，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子。见面的那一刻，对于外形和自己内心幻想出现的反差，殷兆辉的内心是感到有点失望。但是王小晶却不然聊了几个月的英雄哥，这么年轻，虽然样貌平平，但问题也不是很大26岁就能成为名校的博士，身上似乎就笼罩着光环一般。那崇拜之情让自带滤镜的王小晶对他产生了好感。对于殷兆辉而言，又不想放弃这个新鲜感，于是他们联系和约会频率也慢慢加快。在屡次约会中，殷兆辉竟找到一种久违的激情。当然，这一切远在武汉的正牌女友杨小丽并不知情。1个月后，2003年12月初的晚上，两人在一起吃饭聊天，又喝了很多酒。转眼晚上10点多了醉意朦胧的青年男女意犹未尽，殷兆辉执意要送王小晶回租住的小屋。王小晶同意了或许是酒精的刺激那一夜他们选择了在一起成长。那清醒过后，殷兆辉进入了贤者时刻，很纠结面对王小晶的爱意，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因为他明白两人不可能走到一起。那王小晶各方面都不如自己的女朋友他也没想过和女友分手，感觉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两人干柴烈火碰撞出火花。不可能在现实的生活中继续燃烧下去。那发生关系仅仅是两情相悦，一夜情而已但王小晶以身相许了自己的英雄，认为爱情的根基就夯实了，甚至开始畅想两人的婚后生活。那这让殷兆辉难以启齿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感到非常后悔，但是内心也很确定，一夜情就想彻底拿捏我，完全是异想天开。但没多久，王小晶已经迫不及待打电话告诉了远在河北的父母，得知女儿找了个博士男朋友，那自然是非常高兴，特意嘱咐她有时间带着男友回家。但殷兆辉渐渐对王小晶淡漠，不久便提出分手说我们之间差异太大，结合是不可能的。那王小晶很诧异，我们已经有了肌肤之亲了，而且我已经告诉了家里人，还让我们一起回邢台，你叫我怎么办呢？那殷兆辉得知已经告诉了家里感觉被麻烦缠住了，没办法只能继续冷落王小晶，躲在实验室里工作。那王小晶也很委屈他知道自己和殷兆辉的差距很大，为此他提出准备报考在职研究生，以缩短两人之间的距离。但对于从来没有付出真心的殷兆辉来说，这毫无意义。面对他的冷漠，王小晶把这一切都向家里人倾诉。那不久，王小晶的父亲竟然亲自给殷兆辉打来了电话，那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到邢台家里见一面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猝不及防。在电话里呢，就有一句没一句的答应了下来。那家人的介入激怒了殷兆辉，由此他口头训斥了王小晶一顿。那尽管厌烦至极，但他的脑子里却在重复一个念头：这王小晶把事情告诉家里，那他们一定知道两人发生关系。那迫于这个压力面对王小晶父亲的多次来电，殷兆辉只好强压怒火和王小晶继续保持着交往，并在无奈之下于2004年年初跟随他去了邢台。他想邢台之旅就是走个过场敷衍一下就离开，但王小晶全家却非常隆重地进行了接待。那家里来了好多亲属所有人都希望两人好好相处，早点结婚这让他在王小晶家里是如坐针毡。从邢台回到北京之后，2004年3月4日，殷兆辉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分手，并更换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试图躲避王小晶的纠缠。但王小晶觉得自己既然把女孩的一切都给了对方，殷兆辉就应该负责一辈子，
分手的话自己太吃亏了。面对失联的男友，王小晶精神恍惚，每天心不在焉，导致连工作也丢了。伤心欲绝之下，她只好再次告诉了家人说自己活得很失败，每次说到这儿就崩溃，泪流不止。作为家长，父亲决定替女儿出头。殷兆辉换掉手机号之后，王小晶的父亲经过多方打探，在2004年5月把电话打到殷兆辉的实验室。殷兆辉接过电话，王小晶的父亲直接表达不满殷兆辉，你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总是挑我女儿的毛病。她因为你失去了工作，你这辈子必须要对她负责，否则我找你们学校领导去，让你身败名裂。你想分手也可以但是你欺骗了我的女儿，要赔偿我女儿的全部损失。王小晶父亲的这番狠话让本来就胆小怕事的殷兆辉非常紧张，这再加上他本身的自尊心又非常强，在别人眼里完美无缺的一个人，一旦王小晶的父亲真的找到学校来，出轨被坐实，那真的就是身败名裂。要是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女友离他而去，也没脸见父母但对方一直不断给自己施压，殷兆辉吓得不敢接电话。在这种极端的精神压力下，殷兆辉说自己开始出现头疼的症状，同学导师们也发现他在科研中的反应也越来越慢，工作效率变差，实验中经常出现一些低级错误，很反常。别人都问他发生什么事了，他搪塞说最近没休息好。2004年8月以后，同学们会发现殷兆辉经常夜里无法入睡，晚上起来2、3次，在宿舍里走来走去，显得非常焦虑，或者是坐在床上唉声叹气，状态异常，和以前判若两人。那殷兆辉有记日记的习惯，在2004年3月到2004年12月的日记中，他记录下了自己的心声：可怜可悲，这是我一生中的那几个词，根本不会有什么来生与来世，也不会再有什么未来。人生就是自作自受，自己种下的因，结出自己的果。而那个时期，他的电话铃声就好像是索命凶铃一般。面对王小晶父亲多次打来电话进行责骂和威胁，他的状态已经差到了极点，头晕耳鸣，时常冒冷汗，脸色非常差，面如死灰。他害怕王小晶一家人哪天突然就出现在实验室向学校和领导揭发自己的丑闻，脑海中始终都印刻着4个大字：身败名裂逐渐他的精神几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这样战战兢兢到了2004年11月29日，殷兆辉回忆，这天傍晚他的手机再次响起，是王小晶打来的不知道他怎么查到自己的新号码。电话里王小晶提出要见面，殷兆辉表示拒绝，但在对方的哀求下，他只好答应让他来到学校宿舍来找自己。那没过多久，王小晶推门进来了，殷兆辉对他说：“咱们已经分手了，你以后就别来找我了。”王小晶却依然表现出不依不饶。分手不可能，殷兆辉说：“求求你们，我已经很困难了，再这样下去，对我的名声影响更不好。”那王小晶变得很傲慢，坐在椅子上，仰着头说：“你在乎名声，我更在乎，你难道不怕身败名裂吗？”这4个字就如同闷棍一样打在了他的头上。殷兆辉想到最近自己受到的诸多威胁，想到以后这家人无止境的纠缠，一股怒火冲上心头，大脑一片空白，一个箭步冲上去，掐住了王小晶的脖子。就这样掐了4、5分钟，松手后他身子瘫软了下去。殷兆辉见他不动了，担心王小晶醒来闹得更凶，就发疯一样把他向阳台拖去。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掉下去了。那以上是殷兆辉对作案过程的供述和在警局的口供记录，但是后续又改了口供，说自己和死者呢是要一起自杀。2005年6月23日，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开庭的时候，殷兆辉再次回答公诉人的提问，还原案发过程，和之前的供述又存在很大出入。说受到王小晶父亲的斥责后，精神崩溃的那段时间，身体状况很不好，甚至经常会产生幻觉，每次见到别人的脖子就想掐上去毁灭的冲动时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出现，完全不受控制的会产生这种极端的想法。就是当天王小晶到自己的宿舍之后，他先出去了一趟，但再回来的时候发现他在翻看自己的物品，就去质问，结果王小晶就坐着抬头和自己争吵他仰面的时候，脖子一整个都暴露在外面，就好像等着自己去掐一样，结果掐上去的冲动就控制不住了，最后他晕厥过去。但怕他醒过来问自己为什么掐他就想着把他拖到阳台的栏杆上继续掐，
没想到他掉下楼了啊！这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那其实，在隔壁寝室同学听到1201宿舍有异常之后呢，就第一时间跑了过来查看情况。他看到殷兆辉把女孩拖拽到阳台，准备推下去，他大喊了一声：“你干嘛呀？”殷兆辉说：“他生病了，你别管。”但这位同学还是马上过来阻拦，但一切都晚了。当女孩掉下去之后，殷兆辉还问他：“你怎么不抓住她呀？”后续呢，多位同学和导师都来到了宿舍，开始稳住殷兆辉的情绪啊，直到警察赶到现场。检察院在受理案件的时候，认为殷兆辉供述的犯罪动机和案发后的行为异常，委托了相关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后经鉴定，认为殷兆辉属于心境障碍、抑郁发作，受抑郁情绪影响，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减弱，应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啊。根据法律，限制行为能力人犯罪的啊，对于这个案件，就是说精神有问题导致犯罪的，可在法定刑罚的幅度内从轻、减轻或者是免除处罚。根据这个规定，殷兆辉律师要求法院减轻处罚。2005年7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殷兆辉无期徒刑，同时被判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45万余元。显然，这是法院根据鉴定报告，从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而对案件作出从轻的量刑。那宣判结束后呢，殷兆辉表示能够接受判决，附带民事赔偿的45万元呢，则需要他年迈的父母来承担。而他的家人在判决后呢，对被害人没有丝毫的怜悯，只说没钱赔偿不了啊，完全不顾及这边家属的情绪。而相比于赔偿呢，死者家人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结局，他们完全不认同这个结果，并提出要上诉。首先，性质上他们认为这是一起谋杀案，因为女儿告诉父亲，在事发前一天，殷兆辉给他发了多条信息，内容包括：原来一切都怨我，我向你道歉，愿同你和好，你可到我这儿来，住到理工大学招待所，你不是要考研吗？我辅导你。然后两人才能再联系上主动约死者到学校。进入宿舍之后，20分钟就发生了惨剧，他分明就是已经计划好了制造死者自杀的假象，但是被同学撞见，导致事情败露。然而事件中最关键的死者手机不见了。那鉴定报告说他精神有问题暂且把他作为顶尖人才，有做出很多卓越贡献的能力放在一边。但报告是北京的一家医院呢，在事发5个月之后鉴定出具的要怎么认定5个月前案发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呢？他除了在事发前表现出有些不正常以外，其余时间呢，工作两人相处实施作案，就录口供、法庭陈述，包括和其他所有人交往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精神有问题。说难听一些，每天在他面前那么多脖子，那长的短的都有，就怎么没见他去掐别人呢？再从他在法庭避重就轻歪曲事实，对被害人进行多次诽谤，在公诉人拿出一些证据之后呢，他又进行改口，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一直在逃避罪责，没有丝毫精神病的表现。那王小晶家人和代理律师对精神病司法鉴定持有异议，要求重新鉴定，并认为殷兆辉是蓄意谋杀。但因为无法提供鉴定报告，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程序的证据，所以被驳回了重新鉴定的请求。那后续上诉也没能改变结果殷兆辉被判处无期徒刑。事后面对记者的采访，殷兆辉也是回答了一些问题，说自己非常后悔，从小到大都没和人打过架，没想到却成为了杀人犯。当被问到两人矛盾的根源是什么，他说两人的思想和素质相差太远由此产生了很多摩擦。那我在校期间呢，参与研究了第4代主战坦克相关课题，研究成果已经投入运用，而他只是一家公司的普通员工，我们真的无法交流。殷兆辉是老家当地的第一个大学生，那更是当地的第一个博士生，人无完人老实内向，业务能力强，都不能和善良划等号。这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他和北大的吴谢宇呢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作为被众人举上神坛的学霸其实他们内心呢都有一个神秘的角落隐藏着自己最深的需求，但忌惮于自己伪光正的形象不能扒开被别人看到，只能是长期压抑自己，然后偷偷摸摸的去搞些下三滥的事情。就是如果换做普通人被发现了，那就认栽认错，改过自新嘛但他们不行，他们会认为付出的代价大到无法承受，所以不惜做出了最极端的选择。
而这两个人啊，有个需求大致相同，就是压抑自己多年之后呢，对异性充满极度渴望。对于殷兆辉来说，至少在那个阶段是这样的。那把这个人劈开两半呢，右边是顶尖人才，左边就是超级渣男。一边可以研究国家级最高水准的精密零件，另一边却会放纵下半段最该冷静的人体器官啊！一次对待感情的不忠，却造成了2个家庭的悲剧。从情感上来讲，如果套用大多数人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他和王小晶的相识真的只是偶然吗？还是他在寂寞时候的猎物之一呢？在自己被对待感情不忠反噬的时候，被色头刀反杀的时候，一个年轻女孩在他手上殒命，到底是自己失去意识的无心之举，还是他精心设计了整个过程？或许真相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才知道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不要忘了点赞、大击、谢谢你们了，拜拜。